人类总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智慧生物，直到一扇门在山腹深处自己打开了。一个外勤走进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别跑！他的信号没了，通讯断了，定位也没了。封锁现场，所有人退到警戒线外。通知9党。 昆虚山出了点东西，考古的还是地质的？现在说不清。9党已经接手，现场封控了。什么级别？A1。这地方很隐蔽，一般人还真找不到。我们到了。周启明，地质组。边奇，你来晚了。门自己开了。你连这个都猜到了？如果只是发现门，不会急成这样。一个外勤人员进去了。 整个人被拉进了门里。门开了多久？27秒。之后光幕消失，石门恢复了原状。信号呢？通讯、定位、生命体征全断了。空腔增高78.4米，横向跨度超过200米。目前只看到一部分，后面还有屏蔽区。花岗岩，整片山体都是花岗岩层。这个规模的天然空腔不该出现在这种岩层，所以9党才接手。我们下去吧。 我们检测过，这些自砖不是后期铺上去的，它们和下面岩层咬合在一起，像是直接长在山体里。怎么了？看出什么了？不是墓。我没问他是不是墓。这里不是埋人的地方，是让人离开的地方。离开去哪儿？ 3年前，9党一份封存残图里见过，当时没人知道它是什么。现在呢？现在实物找到了。严老师，现场图像已经上传项目数据库，和3年前的残图相似度很高，但系统没有给出结果。加备注。写什么？昆虚门。你确定这是传送门？至少它具备几个特征。门没有机械开启结构。 地面有完整启动回路，之前门开启时没有空气交换，没有声音传回，也没有任何环境变化。如果门后面真有另一片空间，它没有和这里直接连通，所以它不是洞口，是传送终端。无人设备呢？试过测试模块，只要越过门面，信号就断。有线连接呢？短距光纤探头也试过，跨过门面后反馈归零。不是信号弱，是两端不再处在同一连续空间里。那就不用试了。什么意思？站在这边，永远不知道另一边是什么。 另一边可能是真空，可能是深海，也可能是岩浆，或者什么我们根本理解不了的地方，那怎么办？这块地砖下面有东西。如果这座没有启动核心，只会在这里。按文保流程取出，别伤到底下结构。等待阿尔法提取方案。偃旗啊偃旗，你果然是个天才。可惜，这扇门不属于9党。停，这是什么？核心，这座门的启动核心。裂纹是刚才那次开启造成的。
不一定，但它不是完整状态，还能用吗？第一次没有主动接入核心，它都能自己启动，说明门没有彻底损坏，只是缺少稳定条件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4年来，我一直在追查这些残图。有人说那是神话，有人说那是祭祀，也有人说那是古人对飞升的想象。可现在实物就在这里。这件事儿不是我们几个能决定的，所以交给9党决定吧。昆虚项目临时会议10分钟后开始，所有核心组负责人到1号蜂巢，燕青也来。看明白了吗？它不是被门隔空吸进去的，指尖接触光幕是触发吸力的直接原因。意思是只要碰到那层光，人就会被送走。目前看是这样，那这门也太不讲理了。所以只要不碰光幕就不会出事，不能这么说。至于光幕稳定之后会不会有别的反应，现在没人敢保证。现场没有检测到任何生物残留，没有血迹，没有衣物碎片，物理结构保持完整，被传送的概率存在。但门后如果是真空、岩浆或者阳酸环境，过去也是当场没命。你之前说这是传送门，3年前9党封存过这份残图，现在图补全了，人进了门，门后没有人，只剩一扇空门。所以古人所谓的飞升，就是传送。古人怎么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确实能把人传送走。能确定吗？只能说大概率是传送门，石门没有锁，门轴也没有任何推拉痕迹，不是靠机械方式打开。光幕出现的时候，现场温度、气压、湿度都没变，说明门后没有和这里直接连通。所有探测手段都没返回结果，雷达、声波、热哨像、激光全都在接触光幕的瞬间失去反馈。这个我补一句，反馈归零不是信号弱，是探测波那一端不在我们这边了。门后是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。外勤灵气可能还活着，也可能已经死了。所以要确认。我带队。你答应的倒快。外勤组的人丢了，外勤组去找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门能不能主动打开？不行，不过它有回冲迹象，我们能做的只有监测，等下一次自起的时候稳住光幕。大概什么时候？按现在的回冲速度，6小时后可能到阈值。可能？只能说可能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。成野、燕齐、许州、临夏、韩烈、白魁。你熟悉小鼎回路？我是熟悉回路，可我不熟悉穿越啊。如果门后还有同类结构，换别人进去可能看不懂。我也必须去吗？门后环境未知，需要生物安全人员现场判断。你最好祈祷我回来以后还能骂你。我等着。6小时准备，目标3个：确认门后环境，确认另一侧门体是否存在，寻找外潜灵期。你没必要进去。有必要。这是我研究了4年的东西，门后的东西，外勤组看不懂的。你去了也不一定能看懂。那也比没人懂强。如果另一边也有门，外勤灵气为什么没回来？门体可能存在，不代表光幕也在。我们这边开启了27秒，只能证明这边的传送界面维持了27秒。另一边有没有同步开启？开多久？能不能从那边回来？目前全是未知。也就是说，这可能是一张单向票。对，你是个研究员，不是外勤，门后的突发情况你应付不了，留在营地解析数据，你的价值更大。这东西我追查了4年，现在门就在下面。如果我不亲自过去看看，就算留在营地，我也解析不出真正有用的东西。别死在里面，尽量。既然你执意要进去，那就永远留在那里吧。心率偏高，紧张？这种事不紧张才不正常。还行，没装。进去以后，不管看到什么，别摘面罩，别喝水，别碰植物，别碰液体。如果门后是真空呢？那你大概率没机会问第2句。你还笑？总不能现在哭吧？你行不行？不太行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算了，来都来了。别说这种话，不吉利。进去以后，如果能回来，第一时间回来。知道了，别逞强。我不像逞强的人，你这种人最会逞强。
气压无变化。光幕在塌缩。报数，徐州，林夏，燕琪，光幕在消散，而且速度极快。能重新打开吗？徐州，回答。现在打不开。先别乱动，保持防护服密闭，确认环境。这地方竟然有植物！保持队形。40厘米左右，3爪，有极深爪痕，体重很大。他往那边去了。能不能先别默认他还活着？你希望他死了？氧含量比地球高，湿度极高，空气里有大量未知活性悬浮颗粒，暂时没发现致命的毒性气体。那是不是能摘面罩透透气？你可以试试。我就问问。燕老师，这里和昆曲山那边像吗？建筑制式完全一样，这里应该也是传送门的门厅，能用吗？现在看不乐观。你别只说不乐观啊，给个稍微乐观的版本。乐观的版本是门体还在，那不乐观的呢？我们可能会永远留在这里。别碰墙。李医生，你是不是专门盯着我？目前看你最容易拖后腿。谢谢啊，压力更大了。这里别直接碰，是他的防护服。那他确实来过这里。不止来过。痕迹往裂缝去了。上去。先确认环境。2分钟。你最好别碰。我真没碰。能读吗？我试试。有画面了。刚才那个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看见了。队长，我现在有个非常成熟的建议，说。我们还是别上去了。继续走。那东西可能就在上面等着开饭呢。所以别站在这里等他下来找你。面罩绝对不许摘。怎么了？这树是吃什么长大的？这里绝对不是地球。别离裂缝太远，任何东西都别碰。外勤灵才活着走到过这里。建筑不确定，但治安界很少有那么直的线。距离不近，至少10几公里。10几公里，在这种地方走过去，你们认真的吗？我现在申请回去还来得及吗？灵气往前跑过，而且是被追着跑的。别碰任何东西，这里的未知高能粒子浓度还在上升。这次我完全同意。我绝对没碰，别出声。灵气在这里狠狠摔倒过。他当时跑得多绝望啊！这植物长芽了，退！腐蚀性极强，反应不算快，但足以刺破外层装甲。林医生，我没沾上吧？暂时死不了。刚才只是植物，继续追，再往前是什么谁都不知道。留在原地也是等死，退路已经断了。那边有东西，建筑，可能是一界。
林七有没有可能去那里了？蹲下！绝对别动，他没有视觉器官，可能靠震动、气味或者热源所限。散开！嘿！是万秦灵气，跟他走！还能走吗？别说话。这不是普通感染，他的体温和细胞活性都异常升高。这墙靠谱吗？工程角度评估，没别的意思。往遗迹深处撤。里面有东西，怪物进来了。不是，是门的东西。什么叫门的东西？墙上全是门。燕老师，这和昆虚门那套系统很像。不是像，是同一套系统。这看起来像一份操作说明。没时间研究了，继续往里走。这些人在祭拜门吗？不一定，像是在向门内输出某种能量，他们在维持它。维持门？这地方像专门看守传送门的哨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躲进的是外星文明的保安室？口误，神圣的哨站。燕老师能在这里找到修门的东西吗？你看我干嘛？你最熟悉核心回路。行，我找。但先说好，我是现代工程师，不是考古学家。现在你两者都是。这里绝对放过东西。比以前放置过极高密度的能量源，底层频率同源，但残留峰值大的离谱。能修吗？没有高密度晶石作为能量源，这就是一堆废石头。继续找。残墙快塌了，他快进来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不是单独的一座门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庞大的星际网络。这颗星球上不止一处传送门，门与门之间有连接。全球传送节点地图。这颗星球大部分区域都被这种森林覆盖，至少壁画是这么记录的。燕老师，这画风怎么越看越像修仙小说？可能不是像，神话元素在这里全都以实体工程的形式对应上了。对建造它的人来说，也许那叫修行。红光，核心晶石。忘了外面的藤蔓怎么吃人的了？没忘。同源，能用它修门吗？不能打包票，但这是唯一希望。回到门厅，强行接入中央回路，给我10分钟。队长，外面那位大哥算打扰吗？您说遗迹里面还有东西，除了晶石还有什么？他不能再拖了。主殿里有什么？怪物，不敢进去。主殿应该在遗迹最深处。文婷，撤回主殿。这地方当年全功率运转时，应该很壮观吧？这条路当年不是给普通人走的，这是掌门。别乱动！别碰中间的池子。什么池子？那里有东西在呼吸。他没撞门。不是没撞，是他根本不敢靠近这扇门。你们听到了吗？不是生物喘息，是庞大能量场的周期性脉动。防护服维生系统正在受到干扰。保持队形，减速推进，注意四周。这就是灵气说的那口池子。这不是水池，是能量传导回路，它在给某样东西持续供能。给什么东西供能？这是全息投影，还是鬼？老者，一定要找你之处。3000年了，终于再次有人来到了这里。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后辈？我们不属于这里，我们是通过一扇传送门
被意外传送到这里的。是我奢望了，3000年了，期间都没人启动过跨界传送阵，外面的文明大概率已经断绝了吧？前辈，能否救治我们同伴？你们不是这颗星球出生的人，也没有修炼过引导功法，所以空气中那些细胞活性超载的高能粒子，就是你们所说的灵气。这颗星球的人从出生就得到灵气滋养，灵气对我们来说是生存能量，而对于未经淬炼的你们来说，灵气就是剧毒。那他到底还有没有救？能不能救活，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这算脑机接口吗？这是最基础的吐纳方法，照此练习，才能将侵入体内的灵气化为己用，在这方天地保住性命。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炼的吗？我们这颗星球的人确实如此，但你们不一定。能不能踏入修行之道，看资质，好好参悟吧。我脑子里真的多了一本书。我们解决不了他体内灵气暴走。我们尝试修炼。现在，如果老者说的是真的，只有把灵气转化为身体能承受的能量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他怎么办？先保证其他人不出事，所有人尝试修炼。韩烈、白魁警戒。穿防护服修炼是真的反人类。闭嘴，调整呼吸。静心，静心，静个鬼啊！我好像成了。停下。说。目前只有他们2个出现稳定的能量吸收和体内低强度循环反应，我们几个失败了。他快撑不住了。前辈，请前辈指点。你们这么快就成功了？我能感受到体内多了一种能量，很稳定，也很舒服。我也是，虽然不多，但小腹这里确实有一团绿色的东西。五行俱全，你竟然是五行灵根。五行灵根很厉害吗？五行俱全，若能平衡运转，便可兼容万法。若在太玄门鼎盛时，你这样的人入门便该直入内门，由长老亲自传法。前辈，那我呢？我是什么灵根？是单一木灵根。单一听起来也不错，是不是很纯？纯是纯，但木灵根并不稀罕，若无特殊机缘，后期上限有限。最常见啊。至少你成功了。可惜，若早些发现你，绝对能成为一代强者。前辈，我同伴还有救吗？既然你已经能主动炼化灵气，那就简单了。他体内灵气暴走，是因为无人引导。怎么做？你以自身气息牵引，把他体内散乱的灵气慢慢导出。你确定要现在做？你才刚学会。他没时间等我熟练了。我监测他的生命体征，你有任何不适，马上停。他的心率在升高，燕琪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有效。体温下降，心率脱离危险区。怎么样？还行。别逞强，你的心率也快炸了。多谢前辈。既然你们2人已经成功炼化灵气，可愿入我宗门？入宗门？虽然宗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晚辈愿意。我也愿意。好，既入我门，便不算外人。你们先说说从哪里来？晚辈从昆虚山传送而来，在山腹深处发现了对应传送门。昆虚，原来是那里。前辈知道昆虚山？那颗星球过去是我宗门管辖下的一颗矿物星球，曾有产出血晶石的矿脉。血晶石。跨界传送门。昆虚也有身具灵根之人，只是灵气太稀薄，灵根很难显现，所以他吸入灵气后才没有立刻崩溃。你们后来离开了那颗矿物星球。矿脉开采结束后，宗门撤走驻守弟子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颗星球叫什么？这颗星球名为清明星，我宗名为太玄门。一整颗星球就一个宗门。清明星本身是一颗传送节点星。那前辈您？我不是人，我是太玄门镇宗之宝太玄镜的器灵。前辈，清明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太玄门是铺路者文明麾下的一个下属宗门。铺路者文明，跨界传送门不是太玄门建造的，真正掌握星海之路的是铺路者文明。传送门连接着数以上计的星球，矿物星、生命星、灵气星、荒芜星、战争前哨、修行圣地，无数世界被串联成一张横跨星海的网络。太玄门就是被派驻到清明星的重要节点宗门之一。后来有一天，我们接到了铺路者文明的最高撤离令。撤离到哪里？命令中没有说明目的地，只有一个要求：立刻撤。为什么？没有说明。太玄门立刻开启最高战备，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始撤离，攻击就到了。一道无法形容的精神冲击从星空深处扫过来，只一瞬间，清明星上所有拥有完整神魂的智慧生命全部被灭杀。前辈为什么能活下来？因为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，我是气灵，意识依附于太玄境。那道冲击灭杀的是血肉生灵的神魂，所以我侥幸幸存。那星球上的野兽呢？鱼还活着？这也是我至今不明白的地方。也许对方根本不在乎他们。从那天之后，传送网络彻底沉寂，再也没有铺路者文明的信息传来，也没有任何人通过传送门抵达清明星。我曾以为或许还有幸存者，可3000年过去了，直到你们误入这里，我才第一次再次看到活着的人。前辈，您知道铺路者文明究竟遇到了什么敌人吗？我若知道，便不会在这里困惑了。究竟是什么存在，能得比强大的铺路者文明集体撤离，又能隔着星空瞬间抹去一整颗星球的修行者？你们既已入我太玄门，又来自当年那颗矿物星，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因果。但你们要记住，太玄门已经不存在了，清明星也不再是当年的清明星。那我们现在最该做什么？活下去。